来者何人？明月送亲回，云散照人归。云遮月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死了呀！在那儿呢。云遮月，你就是那个因为唱第一香出名而后死在戏台上的云遮月。正是。陆大人，这到底是人是鬼？云遮月不是死了很多年了吗？韦大人别急，这正是茅山老道的道行所在。经过他的体检，陆某才查出，原来杀害云遮月的凶手跟周大人实为一人。云遮月冤死多年，怨气不散，托梦于我，让我帮他找出凶手。云遮月，在座的都是扬州有头有脸的人，若你有任何冤屈，都可以说出来，我必替你伸冤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杀我之人，便是当年替我唱第一香之人，他就是。大人，他就是凶手。拿下！是。蓝叶，小花姑娘，走。严大人何时来的扬州？下官倒是一点不知，未能远迎，失礼。不妨事。严某人游湖途中，听闻这湖边莺声燕语的好不热闹，便想过来凑个热闹。你认识他？不曾想撞上了陆经理的这出大戏。哎，这人我替你抓着了，你可要承我的情啊！多谢严大人。趁着大伙儿兴致正浓，陆大人不妨将这出戏演完吧。严大人见笑了。其实今日根本没有什么引鬼招魂。陆某早就猜出了杀人凶手是谁，只是苦于没有证据，所以才借题发挥，唱了这么一出戏。展林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陆大人果然聪慧过人，蓝叶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下官扬州知府韦应见过小阁老。你的飞针功夫是从何处学来的？能隔空取命，至少练了数十载，对不对？
家父曾是江湖中人，从小就让我练习飞针。后因江湖恩怨，我家惨遭灭门。我侥幸逃脱后，躲进了戏班，成为春喜班里一个化名阿兰的小学徒。为云遮月替唱的人，就是你，没错。替唱？当年在春喜班，第一眼看见岳师兄，我便芳心暗许。后来他嗓子突然受伤，不能登台，一直都郁郁寡欢。为了能够让他重新振作起来，我写了一出戏，取名《第一香》。我将这出戏送给他，并借此表达我的情意。所以你助他重新登台，你就成了他的替唱。是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的嗓子好了，嗓音还更胜从前。班主心知肚明，却也舍不得砸了戏班的活招牌。于是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躲在后台。唱情断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还有声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听，怎么还有声音啊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还没唱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唱的？听见了吗？还有声音啊？啊？其实我对此并不在意，我认定了他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甚至想，若是如此，他便一辈子也没法离开我。那对我来说，反而是件好事。那你为何还要杀了他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只是故意在骗我，好让我可以一直为他替唱。我不甘心，我宁愿在台后做他的影子，他却背弃我爱上别人。他利用我，背叛我，还想要我继续为他替唱。不可能。所以你就在人偶里写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替他唱《第一香》。就是最后一次。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从痛苦里解脱。岳师兄的死难也善良，为了不让人发现是我杀的，我便干脆将班主也杀了。班主也杀了，做出畏罪上吊的假象。扬州知府蠢笨如牛，竟也没有人怀疑到我。后来，你被翟院院收养，培养成了一名扬州瘦马。邂逅对你用情至深的周贤义，可你为何又要杀了他？用情至深。周大人初到扬州便与我相识，他对我极好，他发誓一定要娶我过门。可是我等了好久，都不见他向养家父赎金。我告诉他养家等不及了，要将我许给另一户人家，他还是让我等。他说他一定会拿到钱来赎我。哪知我苦苦等候，却等来他侵吞修和款的消息。他私吞了10万两官银，却不肯用其中1成来赎我。所以你认为他在欺骗你，你就动手把他杀了？对。像这种负心汉，是你。
该死！周大人是啥事？也罢，我身上背负3条人命，是该还给他们的时候了。蓝叶。看来这出戏没得唱了，严某不便在此多留，就先告辞了。陆经理，今日这出戏，我必会好好的讲给皇上听，给你请功。我认定了他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女人为何总为情苦，为情伤，学不会洒脱？在我面前连只虫子都不敢杀，明明是那么柔弱、良善的女人，怎么会杀人？我好不容易结交一个像你这样的知心朋友，如今你死了，我还能向谁诉心声？来叶，就算你再痴心，再怨恨，再不甘心，你选的这条路实在是太傻了。同样是为情所困，而我呢？哎，大人，您是如何知晓凶手就是翟兰叶的？其实很简单，翟兰叶在周贤义被捕的前一天晚上，两个人还冒雨私会过，而且翟兰叶一直推脱他跟周贤义的关系。至于往来甚密，前后我也只见过他3、4次，对他知之甚少。我便开始怀疑他。过后，我去了翟府、周府，甚至去了阆苑，我发现他们都种有同样一种兰草。再联系上你之前说的替唱之人是女人，我便突然想起，我们之前都忽略了一个细节。
请。翟兰叶手上的茧，非弹奏乐器形成的后茧。原来如此啊！周贤乙案可以结案，可那些官银依然下落不明。依翟兰叶所言，周贤乙的确贪了那10万修和款。可现在这银子会在哪儿呢？那银子会不会已经运出扬州了？这么一大笔款运出扬州，锦衣卫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要知道翟兰叶生前都去过什么地方。查翟兰叶？没错，我觉得翟兰叶这个人并非是扬州瘦马这么简单。我总觉得他的死太过于突然了。可是我们之前查过了呀，周贤乙死后，翟兰叶几乎没有出过门，最多也就游湖。此外就是去湾帮找上官溪。翟兰叶跟上官溪的关系很好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从上官溪的身上多了解一下翟兰叶。跟他没关系。昨晚，当上官溪知道凶手是翟兰叶的时候，他那种震惊的神情。啊，也是啊。从我们和上官溪还有跟谢霄的接触来看，他们确实不像知晓此事，要不然谢霄也不会帮我们唱那出引蛇出洞啊。我在想，翟兰叶经常去的地方，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兰叶多谢公子搭救，此次办事不力，还望公子责罚。你说我怎么忍心处罚你呢？嗯，过来。就凭当年在扬州听曲，只一句，我就喜欢上了你这声音。既然如此，公子为何不让兰叶陪在身边？兰叶也可以做得很好。此次来，公子会带兰叶走吗？他现在得有6寸7了吧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能跟我回去的人，足长不能超过6寸6，这是我早些年就立下的规矩。你看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不是？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他还不到6寸呢。多谢公子。杀了人你是跑不掉的。这么好的一副嗓子，为他陪葬，可惜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报官的，因为我就是官。公子可愿意帮我？帮你？我还真可以帮你，可你得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公子若是愿意帮我，我愿意帮公子做任何事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兰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改名叫兰叶。公子是兰叶的救命恩人，也是兰叶唯一的知音。这些年，兰叶一直在等着公子。
即便公子曾经立下过规矩，我也一定会等到公子破除规矩的那一天。想不到，你对我还是一片赤心。那批官银呢？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。这3处是修和款被盗之后，翟连业所出没的地方。看似毫无关系，其实这3处都围绕着一个地方——一叶林。你去那边看看，我们分头去，1个时辰后在这儿会合。这林里有瘴气，不宜久待。袁不快，是你，你没死。我没死，可是你很快就会死。袁不快，袁不快，袁不快，大人，你受伤了？没事儿，
我刚碰到翟兰叶了，他没有死，这伤就是他弄的。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他既能无声无息地进入牢中杀人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为何大人每次都能料事如神？经验吧。也是，锦衣卫什么没见过，这种死而复生的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。这瘴气有毒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把手伸出来，吃下去这个，可以缓解你身上的毒。怎么，怕我毒死你？不是，我是想，我要是吃了，大人怎么办？我已经吃过了。杨不快，我昨天见你因翟兰叶的死而难过，就想着女孩吃点甜食可能会让心情变好，就做了一道点心送到吴安帮。帮里的兄弟说你在这儿，我就……这里是3年前我第一次遇见兰叶的地方。那天谢霄逃婚，我一个人跑到这里发现。兰叶告诉我她的际遇，她说我是幸运的，不像她想安定的跟一个人平顺的过一辈子都不能如愿。3年来，我看见许多公子老爷拼命地追求兰叶，他都没有动心。直到周大人的出现，兰叶以为自己找到了良人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对方的抉择中被抛弃。他杀害周大人，我心里感触很深，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。这结果就是被伤害的太深所造成的。不过我很佩服他有这种敢爱敢恨的勇气。对了，你知道锦衣卫最后把他埋在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我走不动了，我也是没力气。这种毒气吸入体内，虽然不会让人性命，但会让人四肢无力，行动缓慢。习武者更是无法使用内力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过夜了，等明天天亮再走吧。在这过夜，我和你？怎么？难道你不怕在这林中被冻死？你现在还能动吗？去找点能生火的木枝拿过来吧。是。
自己打眼食吃吧。看好了。愣着干什么？捡过来呀！是，我去捡。谁的愿让人环绕梦见，在这一刻永恒搁浅。大人，我听见你的泪滴落在心间，只怕一眨眼就都消失。杨捕快，谢谢你今天听我说那么多话，还一路陪我走回来。不用客气。对了，上官姑娘，如果以后还想要找人陪你说话，你就尽管来找我，我保证不会把你说的话泄露给任何人。时候不早了，杨捕快还是尽早回去歇着吧。哦，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对了，我给你做的点心，差点忘了给你，你尝尝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先走了。师姐，原来师姐整晚都和杨捕快在一起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师姐，哎，买的什么好吃的？大人，您真不吃啊？不吃了，你吃吧。你最后一个了，我吃啊。大人，这天这么黑，您都能如此精准地把鸟射下来，怎么做到的？你想学啊？那要看你拿什么来交换了。要不我给您解个闷儿？傻俊角儿，我的哥，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，捏一个你，捏一个我，捏得来疑似活脱，捏得来同床上歇卧。哥
哥身上有妹妹，妹妹身上有哥哥。哼，怎么样？能教我枪法了吗？我有点累了，等我有精神了再说吧。好。大人，那儿有间木屋。这还有人住吗？有人吗？我天！哇！大人，您果然是料事如神。我们中计了，快走！住手！
这批修和款我可追查一阵子了，最后还是让陆经理先找到了。不愧是锦衣卫指挥使陆廷的儿子。严大人，大人，陆经理，咱们俩做个交易如何？严大人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吧。这个瘦马能够死而复生，我很有兴趣。人我要带走。这批修和款虽说是陆经理先找到的，不过它原本是属于工部的，要物归原主，还是要还给我工部。你看，这安排合理吗？合理。大人，还有，这个小姑娘我很喜欢，想留在身边做个近侍。不过，看在今日陆经理如此识趣的份上，我就不让你割爱了。小姑娘，身上有伤，正好，我的画房里有上等的金疮药，就随我去画房上疗伤吧，我也好和陆经理一叙。好。严峰，把人带走。是。陆经理，你也随我一道来吧。卑职见过严大人。这小姑娘打扮起来还真是秀色可餐呢。小姑娘，想看我的眼睛，不妨走近些看。卑职不敢。严大人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六扇门的小捕快，举止粗鲁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你要是觉得他碍眼，不如先让他直接下船吧。嘿，那怎么可以？这小姑娘多可爱，我很喜欢她。啊，对了，小姑娘，听闻你在破案方面颇有些能耐，来，离我近些。严大人有何吩咐？看看我今日这副模样，这身打扮，都能看出些什么？好，我的鞋子你也可以看。严大人，您看他站在这儿，腿都发抖了，心里指不定害怕到什么地步呢，还能看出什么东西啊？卑职怎敢将严大人等同于案犯？他，你来说，不许再推辞。走近些，让他看仔细了。
如何？都看出什么了？回大人，这位姑娘擅长茶道，刺绣才艺之事做得较少。近日可能还做错了一些事情，受了责罚，或是翻了炉火，或是砸碎了珍贵的茶碗。还有，她住的仓房窗户应该是在梳妆台的右边，又或者是她的右手受了伤。哟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做事不同，手型也会不同。手掌上的茧和手指上的茧也会有区别，这就像习武之人手上有一层老茧是一个道理。绣娘擅长做针线，所以她的食指和拇指的指腹会有一层硬茧。这位姑娘的食指和拇指并没有茧，所以我判断她不常用针线。那擅长茶道呢？方才卑职看到姑娘的衣袖沾了水渍，她的手背微红，像是烫伤，当然也可能会是在灶间帮忙的时候被烫的。所以卑职仔细地闻了闻她的手，她的手上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味，并没有灶间的油腥葱蒜味。那你最后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知道窗子是在梳妆台的右边？她右边的发鬓比左边的发鬓抿得要整齐。这个季节借着窗外日光梳妆，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他们借着日光梳妆打扮，这点我倒是疏忽了。陆经理，此番协同六扇门办案，身旁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待着，怕是有趣的很吧？严大人，其实还好，有的时候也麻烦得很。这女人嘛，就该麻烦，这不麻烦还是女人吗？啊？小姑娘，坐。谢大人。哎呀，这扬州地方上的酒我喝不惯。此番呢，我从京城带来几坛好酒。陆经理平素里常喝的是秋露白，对吧？严大人好记性。小姑娘，你呢？哦，对了，杨承万为人刻板，想必是不会允许你们在外面喝酒吧？卑职不善饮酒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呸！这些小姑娘啊，初时总说自己不善饮酒，可最后呢，要用整整2坛子酒才能把她们灌醉。严大人，您可真动女人心呐！姐，把秋露白摆上来。美则美矣，只是太过奢靡了。小姑娘，啊，方才为何要撒谎啊？方才卑职说的是实话。方才你说，他左边的发鬓没有右边的发鬓梳得齐整，是因为梳妆台在窗子的右边。可是还有一个原因，你没有说出来。因为他右手有伤。虽然你还是个小姑娘，但身为6扇门的捕快，像这等房中之乐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个卑职孤陋寡闻，还请大人恕罪。没
没事，你还只是个小姑娘。其实也不小了，可以好好品尝一番了啊！大人，卑职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，还请大人多多包涵。来人，带这个小姑娘去客舱休息。大人，卑职闭嘴！你区一个6扇门捕快，公务能有我工部左侍郎多吗？休要在我面前谈公务。今晚你2人就在我船上歇息，明早爱走不走，休要扫了我的兴致。严大人的一番美意，你可别不领情啊！多谢大人，卑职告退。果然还只是个小姑娘啊，不过还算坐得住，比我料想的时候长些。我也是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才容忍他几分。严大人，你也知道，他的师父杨承万受伤之前，是家父的得力手下。家父颇念旧情，就连这次疗伤，也是家父特别受命的。像这等还没长开且不解风情的小姑娘，我可不感兴趣。你瞧瞧这里，哪个不比她强？陆经理，这样，你可以随便挑一个，不用跟我见外，我保证，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。不用了，严大人，这些可都是您的宠眷。再说了，家父管教甚严，怕是不快。陆婷那个老顽固，只是可惜了这些女子没有福分伺候陆经理。不过呢，我保证，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。陆大人请休息，里头已经按照主子的吩咐安排好了，大人若有需要，拉下铃声即可。怎么是你？憋死小爷了，太野蛮了，比我沐浴还给我服用了软筋散，裹上被子就把我扔这儿了，憋死我了！哎呀，看来你就是严大人今晚送我的礼物了。他可说了，会让我最喜欢的那个陪我。大人，您喝醉了？哎，大人您干嘛呀？大人您别脱呀，您干什么？大人，陆大人，大人您喝多了，大人您别脱了，哎呀，您别脱了，您别过来，大人，陆大人你别，怎么回事？你喝多了呀？陆大人，别啊！陆大人，救命啊！不要陆大人，不要陆大人！陆叶，你跟伪贞子当徒弟，等我有力气了，我打死你！
你可会致死！救命啊！陆毅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云随风翻涌，心流转心动，漫天茶色嫣红。谁的愿让人魂绕梦间，在这一刻永恒搁浅。别停啊，继续，有人看着。你陆大人，救命啊！臭男人，禽兽，你放开我！再也寻不回的永远。唉，这些个臭男人，喝点酒一个德行。哎呀，看不下去了。不要碰我！别叫了，人都走了。我说，大人，以后您要做戏，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？吓得我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。登徒子、伪君子、臭男人、禽兽，你倒是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。可是大人刚刚那个样子，的确很像色中恶鬼。这里是严世蕃的地盘，自然躲不过他的耳目。如果存心要避开的话，更容易让他起疑心。那也不能拿我的清白开玩笑啊！哎呀，严世蕃这个混蛋！大人，他欺负您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您在他面前都不像您了，憋屈得很。上次我在京城拍卖行，就看见他欺负你。这架箜篌归严大人所得，恭喜严大人！恭喜！那严某便不再相让，以后想听琴音，我严府随时欢迎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大人是个冤大头，花500金买一个边角料之琴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架箜篌以及桃夭对于大人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弹桃夭？大人，这很重要吗？他怎么可能欺负我？不懂。很多事情你不需要懂，有的情我必须要成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你饿了？要不要让他们拿些东西过来吃？不要，他们会在吃食里掺东西的。你软筋散都吃了，害怕有什么？说吧，想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。我想吃面，牛肉面。他们造间的伙食真全花。张嘴。大人，是。
使不得。您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？您还是先放那儿，等我有力气了，我自己吃。张嘴，这是命令。味道怎么样？挺好吃的。自我长大以后，我娘亲都不曾喂我吃过东西。谢谢大人。来，吃块肉吧。谢谢大人。在这条船上，在那个人的地盘，倒也并非全是让人恶心的事情。